王宽，不打了。云霓呢？先走了。一会儿先抓王宽，问出云霓的下落，你就杀他。这么多人，你惹什么祸了？说不定是来抓你的。哼，都是废物，来再多都没有用。帝江，我先抓住他，问出云霓的下落。我的学生我来问。这是开封，你说了算。回密阁吧。刘生是不是他杀的？正在查。有什么可以证明他不是凶手？给我时间查。刑部大牢的探访名单不可能造假。密阁弟子不允许违反命令。我现在以掌院的身份命令你回归密阁。那就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密阁人罢了。王大哥被人盯上了，快去帮他！赵姐姐回来了，走，先去找王宽。好，跟我来。来晚了。别慌，地上没有血迹，现在还搞不清楚带走王宽的到底是掌院还是帝江。你怎么样？并无大碍，还要多谢掌院替我挡住了帝江。云霓现在在哪儿？不知道。不是跟王宽在一块儿的还有2个女子吗？老贼的人只注意王宽了。为什么？袁仲新花钱，只说要找王宽，底下的人就没把其他人的行踪放在心上。小景在帮你。我不撒谎，所以不想回答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大宋好。可您在和韩断章合作，重要的是目的。什么目的？走。好吧，我就把我的谋划告诉给你，你帮我判断一下，我是不是一心为大宋好？刚才王宽说盯着他的都是些普通泼皮，是这么说的。应该是老贼的人。你花钱让老贼找人，他却没有告诉你王宽的下落。他恐怕把王宽给卖了。不能说是卖吧？啊？哎呀，我也在密阁做过讲师，学生的事告诉掌院，那是理所应当啊！啊？有埋伏？哎呦，那你想多了。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搞清楚，你们和陆观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你一个贪财求生的，问这些做什么？刚才抓王宽的时候，韩断章出现了。您认识韩断章？什么叫认识？当初这个臭小子抓他的时候，还是请老子帮的忙。哎呀，不过这个姓韩的，他是大辽北院里的头目。可刚才我亲眼看见他和陆观年有商有量，那关系是好得很呐。你可千万别告诉我，你也开始讲忠义了。不是讲忠义，
识时务罢了。我把王宽交给他，因为人家是长院。你看看你们几个啊，又没有背景，也没有官职，我不帮他，我帮谁呀？说的也有道理。不过他要是勾结了辽人，那就不一样了，那可是叛主谋逆的罪名。这要是站错了队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儿啊！所以你就站在这儿等我，卖完上家卖下家。那你得先告诉我，韩断章和陆观年到底想干什么，我才能决定我到底卖哪家啊！云霓呢？就在附近。走吧，陆观年的谋划也得让他知道。带他一起吗？哦，有些事儿没他还真不行。嗯。你不用这么气馁。刚才陆观年手下众多，你杀不了王宽，也是无可奈何。王宽已经被长院带走，我们也没什么可合作的了。那就让他把人放了吧。哪有那么容易？可以找个人跟他换啊。你先跟我去见那个人，见了之后，你再决定是去是留。什么人？见了之后，你就知道了。在哪儿？我也没办法，要去医馆找你们，他又不能出现，只好藏这儿了。又见面了。你们都是一群混蛋！混蛋！混蛋！薛英，把他绳子解开，扶他起来。这就是郡主。哎，韩断章和陆观年要他做什么？和亲。跟谁呀？还能和谁？大宋王族呗。不管是寿宴行刺也好，还是这和亲也罢，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引起大辽内乱，我军好趁虚而入。寿宴行刺？这个不关键，现在是他哥和韩断章把他给卖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陆观年和韩断章这么做，可没问过圣意。这么大手笔，可是欺君之罪。欺君之罪，你担得起吗？哎，等等，韩断章是大辽的人，他为什么要引起大辽内乱？他不是辽人。啊？你这表情，是不信任我呀？韩断章为什么要大辽内乱？他和小景一样，也是渤海移民。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姓韩吗？真正的韩断章早就死了，他只是偷了别人的身份而已。哎呀，韩氏一族在上京可是声名显赫呀，要冒名顶替，谈何容易啊！13年前，大辽上京辽阳府兵变，起兵抗辽的大延林正是渤海人。我听说过，渤海当年被辽所灭，渤海彝族始终想要复仇，之后安定和后渤海都曾崛起，但也都被辽剿灭。大延陵辽阳府之变，也是为了这累世的仇怨。可是兵变不到1年，辽兵收复了辽阳府，大延林被杀了。这事儿跟韩断章有什么关系？韩断章就是大延林的儿子。那他怎么会姓韩？辽阳府兵变的时候，大延林杀了一个韩氏族人，韩少勋，你也知道，韩德书的孙子，当时官拜东京户部使，本来前途无量，他的死算是大事。那时候我虽然年幼，但也有所耳闻。
辽人击败了大延林之后，在辽阳府发现了韩少勋的儿子，大延林居然没有杀他。你们猜，那个人是谁？韩断章。其实真正的韩断章早已经死了。大延林在即将兵败的时候，为了留下火种，让自己的儿子接手了韩氏一族的信物，背熟韩少勋的生平，为的就是借壳重生，化身韩断章，逃脱杀身之祸。可韩氏族人怎么会不认识真正的韩断章？韩断章本是韩少勋和一个丫鬟所生，这种身份怎么可以祭祖呢？也从来没有回过上京，一直住在乡下。韩少勋返回辽阳府的时候，把他给带上了。大延林杀死了所有认识韩断章的人，为自己的儿子开创了一条生路。可就算韩家人没有见过韩断章，韩少勋之前总有下人认识他吧？怎么可能做到瞒过所有的人？该杀的杀，该收买的收买，这人倒也算是个人物。在那样的环境里，居然没有死，还坐稳了自己的身份。韩氏族人眼中，他虽然没有在族谱上，但却是韩少勋最后的儿子，于是理所当然地让他进了官场。后来，他从一个小吏做起，13年来摸爬滚打，成为现在的北院替尹都监。此人心智之强，匪夷所思。辽人杀死了他的父亲大延林，屠杀了他所有的亲人，所以他才会处心积虑地挑起大辽内乱。复仇，可内乱一起，必定生灵涂炭。死的又不是我大宋的人，只要和亲文书一到，云安亲王一族注定要和上京城离心离德。新一轮的辽阳府之乱就在眼前，这也正是我大宋北上的最佳契机。这就是韩断章的谋划，也是陆掌院和他合作的原因。你们怎么会知道他的身份？他想要说服掌院，自然要坦白自己的身份。那什么掌院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这些和你没有关系。现在你该清楚了吧？这听起来，对我大宋有百利无一害呀。我不这么看。若真无害，朝堂就该通力合作，而不是像您这样偷偷摸摸、暗中行事。朝堂上不愿意见刀兵的人很多，都是养尊处优惯了，丢掉了胆魄。与胆魄无关，他们拒绝这么做，是因为时机不对。我还以为你要说战争太残忍呢。战争确实残忍，但只要是为了守卫民安的正义之战，我大宋子民不会畏惧。一味固守，那怎么开疆拓土啊？辽与大宋相持之初，战力极强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不停地向他们输出文化，用文字和理念侵蚀下去，他们会丧失自己的文化，逐渐成为大宋的一部分。这才是不费兵力开疆拓土的最佳谋划。过于理想化了。好，就算要出兵，也要等辽再虚弱一些。此时大战我们负担不起，更何况下人元昊虎视眈眈。这时候宋辽大战，只会让他借势而起。所以现在的大战毫无意义。不出兵也行，让大辽内斗，大宋没什么不好的。出不出兵，掌院怎能控制？哦，我和韩断章只是合作，但在军事上，他无权插手。韩断章是怎么找到地强的？刘生是怎么死的？小郡主身边的侍女，又是被谁杀的？哼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在说，和韩断章合作的
恐怕不仅仅是您。知道了这些之后，小花的死就很耐人寻味了。王宽不可能杀她，长院也没必要去杀一个侍女。你想说什么？如果是韩断章杀的呢？韩断章为什么要杀小花？你想想看，如果小花没死，结果会是什么？那时候你找到我，让我帮你逃回大辽。如果小花没有死，现在我们应该已经启程了，对吧？然而小花一死，你就不会再相信他和王宽，没有他们的帮忙，你很难逃出开封。所以你也就只能乖乖地待在开封，等待和亲文书入京，尘埃落定。莫名其妙，韩断章怎么会知道我和小花逃到你那边？好，就算他知道，他直接把我抓起来不就完了？你这两个问题各有玄机。第一，韩断章是怎么知道你和小花的行踪的？说明他在开封城眼线众多。换句话说，帮他掌控局面的不仅仅只有长院，还有其他的宋人和他合作。跟我没关系啊。不是他，要合作肯定是6部高官，一个臭卖艺的人家看不上。我谢谢你啊。所以他才能巧遇帝江，所以他才能去刑部杀了刘生，然后嫁祸给王宽。他内应是刑部的人？刑部、兵部、吏部，任何支持大战的人都可能是同谋。再回答小郡主第二个问题，他为什么知道你在哪儿，不直接把你抓回来，反而去杀了小花？其实问题很简单，如果和亲文书入京，却发现你不在，最后是被我们一帮大宋少年给掳走了，结果会怎样？我哥肯定气疯了。你哥到时候不仅仅要对上京城开战，还要挑衅大宋。如果你在开封城被抓了，大宋很有可能被迫加入战局。这才是主战派的意愿。至于韩断章，他想复仇大辽，内乱远远不够，他自然希望我大宋也加入战局，打得越混乱，他越满意。因此，你可以被我们抓走，但却不能离开开封。杀死小花是最直接的手段。长院理清楚了，你自己想出来的。知道韩断章的身份和目的，这些都很容易推算出来。我猜袁忠心和赵简那边也都能想到这些。真是青出于蓝呐！长院只是把目光放在大局上，没注意到这些小事。所以我所做的一切，反而把大宋拖入了战乱之中。现在要阻止这一切，只有一个办法。阻止和亲文书进京。长院明鉴。走吧，我们去和袁仲新会合，出城阻拦文书。长院选择再明智不过。走吧。兵部条文：陆长院暂留密阁，不得外出。怎么兵部也插手了？若真有大战，兵部和枢密院便会成为大宋的中心。出不去了。袁忠心他们会想到这些，他们会阻止文书入城。所有的艰难，还是压在你们七斋的身上了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听明白了吗？相较于王宽杀人，韩断章动手更合理。我明白。所以这场内乱是无法阻止的了。我为什么一定要叫你来跟你说这些？因为只有你，才能以郡主身份阻止和亲文书入京。现在出城，只要你能阻止和亲文书入京，这仗就打不起来。好，我跟你们走。借马。啊？和我聊半天就为这个？你想不想打仗？
好吧，我给你们找。拉货物的马肯定不行，要军马。我哪有这手段？别废话了，没时间了，走。千万别说出去啊！走吧，跟我去拿马。走。快！走！这是去哪儿啊？衙内，别管我。这不是你的朋友吗？我们不认识他。哦，不认识。那我可杀了他了啊！随你便。住手！不是不认识吗？嗯？你想要什么？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们几个好好站在这儿，陪我聊聊天儿就行。文书快入京了。聪明。只要文书入了京，这桩婚事就定了，然后我再从中斡旋，大辽就要面临一场很大的战争。这样会死很多人。你也是渤海移民，国仇家恨，都忘了吗？我生在大宋，现在我是宋人。连祖宗都不要了。我知道自己的血脉，更不会忘了祖先，但我绝不会为自己的仇恨，让那么多人卷入战火之中。只是每一个人的选择不一样而已。你怎么被抓的？从旅检府里出来，回驿馆的路上被些家伙还有帝江给拦住了。帝江呢？我用他来跟王宽交换，他还等我消息呢。大宋有些人愿意看到这场战争，不过就是没人愿意出头，从中帮我传传话。所以我用个面具人来充当我的打手，不是挺好吗？嗯？哎，你别动啊，我刀还是挺快的。小花是不是也是你杀的？难道真让你跑出开封吗？接下来人会死得越来越多。我会把真相告诉我哥。没有用，只要和亲一定，你哥知不知道真相都无所谓。结果会怎么样？结果，一场大战之后，你们的族人可能剩下不多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因为你已经嫁去大宋了，你应该可以幸免。如果我把真相告诉大辽呢？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阴谋。没有用，重要的是云安亲王私下与大宋结亲，只要这个是事实，你们怎么解释都没有意义。我宁愿自尽，也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怎么？你觉得我不敢死吗？放手！放手！你不能死。凭什么？如果和亲文书入京，随即传来你的死讯，大宋要担责。为了这个，你为了这个宁愿挑起大乱？也对，反正发起战事的是大辽，大辽内战，你们也无所谓。你死了也改变不了云安和亲的事实，这一仗依然会打，甚至会把大宋也牵扯进去。
他说的没错，现在你死跟不死都无所谓。你真名叫什么？啊？想用我的家人来要挟我吗？没有用。13年前，辽阳府一战，我家人全被辽人杀光了，连我自己的名字我也不要了。你们就叫我韩断章吧。今天就跟你们聊到这儿，以后你们要做什么，随便吧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？文书进京了。让开！上！陆掌院可以随意进出了。晚了。怎么样了？问过了，和亲文书已经送到鸿胪寺了，礼部的人已经传到官家手里了。这件事儿没转机了。哎，所以婚事已成定局。上京很快会知道此事。我族内乱，已经无法阻止。如果你不想嫁人，可以不用回驿馆。结果呢？内乱就能停止吗？大辽内乱已成定局，你不出现，结果也一样。那你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起码不用逼着自己嫁人，心里会好受一点。看着生灵涂炭，内心好受一点。一点转机都没有了，是吗？除非取消婚约，可你也知道这不可能。是，不可能。撤！让开！让开！哎呦！小心！这！让开！是来宣旨定亲的吧？我哥身边有一个姓胡的谋士，应该就是韩断章的人。麻烦你们通知他，叫他杀了这个奸细。现在杀也晚了。一直误会你和王宽，抱歉了。我去接旨了。婚事不能够改变，但是结局应该能不一样。你们先走吧，接下来的事情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处理。小景，这几天我最大的收获，
就是与你重逢。你让我想起了人生中那段最美好、最无忧无虑的日子。小姐，谢谢你。云霓，不墨迹了，我先走了。你们也先回去吧。还有方法能改变结局吗？没有了。他答应也好，不答应也好，这场婚事都已经成了定局。圣旨！圣旨到！我是云霓，是来给我传旨的吗？元亲王上了文书，希望郡主与大宋和亲。我等奉旨带您换个住处，准备婚事。我知道了，圣旨给我。按理说要焚香跪拜，你才能接旨。不用这么麻烦了，我跟你们走就是了。大宋皇帝字写的还不错，竟敢胡乱评论圣上！我云霓愿意接旨，嫁入大宋。那郡主，请吧。等等，从接旨的这一刻起，我就不再是辽人。烦请这位将官转告宋皇，我云霓从小在辽土长大，离开故土，心中悲切。开封如此繁华，你会习惯的。开封是很繁华，只可惜我思乡心切。难道郡主要抗旨吗？没有啊，我说了，我已经接旨了，这婚事我不会违抗，只是心里难受。缓几天就会好很多。只可惜我缓不过来。郡主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的刀不见了。云霓，你已经接旨了，此刻动刀，那就是抗命啊！郡主，你可要为自己的族人想想啊！我没有抗命啊，我说了，我答应和亲，但是我心中悲郁难平，所以就这样了。郡主，郡主，接了旨再死，就是我自己胡闹，和大宋无关，和我哥更无关。所以，该骂的只有我一个。
一族，也可以避免内乱。其实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，就是他自己离开这个世界。尊重他的选择吧。刚才我还威胁过他要杀他，我都没跟他道过歉。还有在大辽的时候，我说过，若他来大宋，我会带他逛遍整个开封城，吃遍天下所有的美食。可这些都还没有实现啊，还没有实现啊。其实这姑娘挺好，聪明大义有担当，天下男子也少有这胆魄，我很欣赏。我也是。他要是宋人，该有多好！要是没有战争，该有多好！我觉得密阁的目的不仅仅应该是保卫大宋，更应该是阻止野心燃烧，避免战乱横行。这目标是不是太不现实了？我知道，但我想试试。那就没时间难过了，因为这件事儿还没完。刘云霓都死了，跟韩断章合作的是大宋好战一派，他们如果联手，依旧能够挑起风波。可是咱们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，怎么抓人？刚才那句话你忘了吗？从吕简府里出来，回驿馆的路上被些家伙还有地江给拦住了。衙内去吕府的行踪十分隐秘，韩断章是怎么知道的？和韩断章合作的是吕简。如果真是他，就不会帮你偷陆干年的钥匙了。那会是谁啊？其实问题很简单，知道衙内行踪的，肯定是您身边的那几个人。前因后果，你已经说得很明白，我大概知道是哪几个了。我一直担忧的是陆观年，没想到身边也有祸端暗藏。其实，他们或许只是好战，未必是背叛您。我已经活得太久了，跟随我的那些力量已经越来越强大。如果我真的死了，恐怕他们就会成为新的派系，无法制衡。就这点来说，我得谢谢你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不过，我还是要说，陆观年的密阁是错的。你们这个年纪的人，应该生活在阳光里，不该沉入黑暗。我不希望大宋未来的栋梁是一群陆观年。其实我还挺阳光的。我会尽快扫除身边的那些麻烦。多谢太尉。撤销密阁的想法，我也会呈给官家。那我们去哪儿啊？做你们想做的事，再别活在阴谋诡计里。想做的事儿又是什么呢？